近日，万科高层人事动作引发外界广泛关注。这家曾经的房地产教父公司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。为渡过难关，万科掌门人年薪缩水120倍，降至仅10万元，而离任老总王石则每年可领取1000万元退休金，高于绝大多数在任房企董事长薪酬水平，引发热议。万科困局，昔日学生先锋如今带头吃紧。3月28日晚，万科发布2023年年报。报告显示，自即日起，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、总裁祝久胜、监事会主席解冻自愿领取税前月薪1万元。是的，你没有看错，这些曾经年薪上千万的打工皇帝，如今年薪剩下10万，缩水程度惊人。数据证明，在2019年和2020年，郁亮的税前报酬总额就超过了1200万元，同期祝久胜和解冻的税前报酬总额也分别超过1100万和800万元。更不用说郁亮2014年至2016年任万科集团总裁时，年薪约为980万元，2017年开始出任董事长后，2017年至2020年间，他的年薪均超过1100万元，2018年最高达到1253万元。现在郁亮等高管年薪缩减至1/120，真可谓是壮士断腕。面对严峻的生存挑战，昔日房地产界优等生万科今年不得不带头吃紧。除了高管大幅降薪，万科2023年年报披露，在万科全职工作的8位董事、监事和高管自愿放弃了2023年度奖金。可以说，万科发出这个让利市场、自我救助的强烈信号，不仅展现了渡过难关的诚意，也充分说明了目前万科所面临的严峻形势。高杠杆周转模式困境。过去，很多房企都奉行着高杠杆、高周转的商业模式。所谓高杠杆，就是企业负债率很高，依赖债务运转；而高周转是指拿地、开发、卖房、回款，快速周转项目资金。这种模式的逻辑是，土地的钱不是自己的，是借来的；开发的钱也是借来的，预售款也是从购房者那里先拿着花。只有项目迅速周转，资金链才不会断裂。然而，没有任何运动员能一直保持100米冲刺的速度，房地产企业也难以永远高周转下去。一旦遇到不确定因素，资金链就可能骤然断裂，发生马失前蹄。事实上，在金融去杠杆和疫情冲击的双重夹击下，多家房企已濒临破产边缘。其中，恒大的负债高达2.4万亿元，总资产在2022年底时已经为负值近6000亿元。这种高杠杆、高周转的模式，加之监管力度加大、房地产信贷持续收紧等因素，导致不少房企前几年的造血功能大大下降，现金流吃紧。在此背景下，万科的艰难调整，正是中国楼市发展遭遇生命危机的一个缩影。业内人士指出，中国房地产行业有456特点，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银行信贷的40%，房地产相关收入占地方政府财力的50%，房地产占居民家庭资产的60%。因此，任何硬着陆或休克疗法都可能带来无法承受的冲击。所以当下必须鼓励好的房企转型，帮助其渡过难关，万科的努力就显得十分必要。万科此次主动认贫，释放了重振旗鼓、自救的强烈信号。王石特权引争议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万科前任董事长，当前身为董事会名誉主席的王石，其每年可领取1000万元的退休金，也引发了热议。此前，王石在某节目中自曝，担任万科董事会名誉主席，他每年的退休金就有1000万元。这个金额不仅超过了不少房企在任董事长年薪，甚至相当于一个普通人200年的养老金水平。根据公开资料，2016年王石的税前薪酬为999万元
2017年1月至6月为594.7万元。因此，王石所言退休金金额似乎与其之前的实际薪酬相当。当然，千万级别的收入在扣除高达45%的个税后，实际到手金额会大幅缩水。但即便如此，1000万元的退休金对于一个名誉职位而言，在金额上仍显得较为豪气。万科给王石1000万元，应该每年股东会投票表决，该不该给拿到100岁也就几个亿，应该说是拿得太少了。网上是否支持王石拿这笔钱，存在不同观点。据有关统计，510名网友参与调查时，245人选择赞同，225人不赞同。那么，这笔钱的来源合理吗？根据相关规定，上市公司董监高的薪酬需要经过股东大会决议，且还要与其经营业绩绑定。然而，王石目前只是一个名誉性职位，从相关公告来看，万科并未对其权责范围和薪酬作出明确规定。因此，也有观点认为，万科不应擅自对王石这一灰色地带定薪，应当完善相关制度。比如由股东大会决议是否设立董事会名誉主席，明确其权利义务，并决定薪酬水平。毕竟，控制好管理成本，对于如今的万科来说，也是一个重中之重的课题。房企老陈，新主线两难。对于万科这个中国房地产第一资本而言，能否度过眼下的难关，并实现可持续发展，都是考验所在。一方面，公司必须自救，不得不采取紧箍咒式的降本增效措施；另一方面，为了延揽人才，维护核心团队稳定，也要给予合理的激励。如何权衡这两大命题，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。可以说，万科正是中国楼市发展的一个缩影，也折射出整个行业的种种困境。曾几何时，楼市就像一头凶猛的狮子，吞噬着社会各阶层的养分而强大无比。然而如今，这头狮子却暴露出了致命的软肋。高杠杆运营成了房企的祸根，一旦资金链断裂，就可能像多米诺骨牌般层层击垮。以恒大为例，其2.4万亿元的负债恐怕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一夜之间，这头昔日的狮王跌落神坛，化身破产凤凰。与恒大的巨额逾期并不孤立，阳光城、阳光100、绿地控股、融信中国等房企也都陷入了流动性危机，千亿地产商们接二连三现危象。如此庞大的系统性风险，恐怕会让整个房地产产业陷入癫痫。从学生先锋沦为带头吃紧，万科的不幸也反映出行业遭遇的重大危机。作为中国房地产第一资本，万科管理层年薪缩水120倍的狠招，眼下或许是不得不为之，但未来将给公司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，恐怕让人很难乐观。事实上，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、调控持续加码的大背景下，房地产业已进入了空前的寒冷时期。这个曾经举足轻重的支柱行业，如今正像一把尚未出鞘的沉重之剑，悬于神州大地之上，令人揪心。更为棘手的是，作为实体经济的力量源泉，房地产业的低迷将无可避免地拖累下游上百个行业。水泥、钢铁、有色金属、建材、家具等千丝万缕的产业链条都已深陷内伤外患的困局之中。而这一切仅仅还只是个开端。尽管央行、银保监会等机构连番出手补血，但想彻底拯救整个行业的困境还为时尚早。毕竟一场加速倒车造成的创伤，并非拨乱反正就能完全治愈。中国的经济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，未来走向如何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是否能顺利度过这次房地产寒潮。可以预见，未来一段时间内，购房者面临的是房荒而非房荒的局面。更令人忧心的是，一旦房企恶性债务危机进一步蔓延，将可能掀起一场全行业的陀螺效应，
甚至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。